谢，大家好，我是广志。好嘞，可以了，非常谢谢你们真的热情啊！大家应该能感觉得出来，就比赛挺让人焦虑的嘛。还好去年我学会了喝酒，喝酒确实会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。我天天纠结我的脱口秀受众都在哪儿呀？都在酒里了。真的喝了半年，特别的开心。去体检，甲状腺结节都没了，然后脂肪肝了。没有办法，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上班，你就只能从脂肪肝和结节两个病中2选1。但话也不能这么绝对啊。我也有同事是那种绝不委屈自己的，有情绪就要发泄出来。他就没有脂肪肝，也没有结节，然后现在也没有劳务合同。我选脂肪肝，因为这听上去就是个富贵病。我们老板就有这个病，他平时吃的太腻了，因为脱口秀蛋糕都让他吃了。看到老板那个报告，我也纳闷儿，我说我们付出的不是血汗吗？怎么到他那里成油水了？我朋友说很简单，这个工艺过程叫压榨。我还回忆，我说这压榨是化学反应还是物理反应呀？我朋友说这得向有关部门反映。厉害！甲状腺结节一听就是个窝囊病，感觉这个人天天受气还不敢撒。当然了，有结节的朋友，你们听完这个段子也不要生气哈，不然结节还得长。我体检是我的同事放劝我去的，因为放的体检报告有问题，但他没想着锻炼，没想着找医生，他想找个垫背的。而这个事儿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，因为劝人体检这个行为太做好了。就我要查出来没有问题，那我就放心了；我查出来有问题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的体检报告比放好，他更难受了，说你确定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你报告看清楚了吗？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呀？哎，你把报告拿过来给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看你还说你自己没有问题，你偏瘦，你完蛋了！再这么发展下去，穿衣服有你好看的。你们肯定好奇放哥到底查出来啥了，让他如此担心。就别的我不知道，良心肯定是坏了。但我发现我能理解放，就为啥我的报告没有问题，因为有问题的我没给他看，我怕他一高兴我病再好了。我有轻度脂肪肝，我发现我看到报告之后的第一反应竟然也不是找医生，我是找毛豆。够用了，真好使。因为毛豆那个体型一定是脂肪肝，他那个脂肪肝都不用激光扫，余光一扫就行。正好余光能扫到。我赶紧给毛豆打电话，我说哥，公司体检赶紧去吧，这拖久了对身体不好，对我的身体不好。他说没有时间去。我说那你上次体检都有什么问题啊？他说什么甲状腺结节、窦性心律不齐、骨密度低。我说就这仨，他说就这仨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全都有，还有毛豆。怎么说呢？跟毛豆通完电话之后，我开了瓶酒，我觉得我的肝没有问题。就我现在喝酒只跟脂肪肝一起喝，下酒菜不用什么花生瓜子儿，来个毛豆就行。毛豆是重度脂肪肝，就怎么说，就只要他还能喝，我就没事儿。他应该喝不过我，他要能喝得过我，应该活不过我。开开心心的啊！甲状腺又大了，他特今天受伤害太多。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的原因，我现在每次体检前都特别的紧张，感觉体检前的那天晚上，我的大脑就在着急所有的器官开会，就各部门都注意啊，明天都给我拿出来最好的状态迎接检查。谁要是被查出来有问题，我就拿谁开刀。各部门都自己把屁股擦干净啊，但是也别总擦，因为那里已经有血的教训了。怎么乱七八糟？但其实公司那个体检也查不出来太多问题，因为我发现企业体检只检查核心器官，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，能保证你正常上班就行。当然每公司的上班的标准也不一样，那有的必须是体检报告完全没问题才可以，
有的是体检报告没有大问题才可以。我之前在流水线上班，你只要能去体检就没有问题。你个人买的套餐是很全面的，还有什么骨密度检测，公司是不会查这个的，因为骨密度低并不影响正常上班，而且从公司管理的角度讲，领导就喜欢软骨头。我当然去测了骨密度有点低，是个软骨头。当然这个其实也不用去医院测了，就是平时开会的时候也能看得出来。我们公司还算是良心企业了，除了每年的常规体检，甚至我们还比别的公司多一项，比如我们害怕那个体检机构的数据不准，就我们的尿常规一般在专业机构做。对。我们也很谨慎，就害怕谁不小心一泡尿给行业浇灭了。说的什么玩意儿？我是会定期体检的人，我还见过那种常年不体检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。之前认识一个玩摇滚的哥们儿，他7年没有体检了。我说哥，那你7年不体检，你不担心吗？他说没事，摇滚不死。我说那你不害怕生病吗？我没病，是这个时代病了。聊不了。你确实也很难想象玩摇滚的去体检是个什么画面。他必须得不在乎，他要在乎的话，他就不酷了。就比如医生给他量血压，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血压有一点高，你就说造不造就完了。”而你玩摇滚，什么病都没有查出来，也很尴尬。拿机器一扫，一个结都没有。不是哥们儿，你的愤怒呢？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面很违和，是吧？平时皮衣皮裤，是吧？黄头发，每天都特别的燥，这天天我要干翻这个世界，是吧？天天对这个世界比手指。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个项目叫肛门指检，你观察就会发现，从肛门指检里走出来的每一个人都老实了不少，那个表情就跟玩摇滚的上完乐队的夏天一样。去之前都觉得自己不得志，我怎么就不得志呢？回来之后内外都得志了。你要问他得志是什么感受呀？痛痒，赶紧买了条新裤子。谢谢大家。他玩文字玩太厉害了，这感觉应该有290了是吧？哦，厉害，冠军！来，变成口号，变成手中的行动啊 ！OK 键确认，何广智锁票通道开启。再次掌声送给广智。哇塞！我当时在想，我说要汪峰去体检去，太逗了。人家问他说：“汪老师，您最近是不是有疲惫？”现在我有些倦了。我本来写了一个把我埋在春天里的梗什么的之类的那种，是吧？我就觉得一定会有这些好玩的延伸啊。然后，哎，怎么做到的？怎么这么密啊？这个梗，觉不觉得广智这一季比上一季大突破？我觉得这要成仙了，这个人已经要。没。我觉得他就是超级进化了，脱胎换骨。我觉得何广智现在在我心目中是个手电筒，屋里黑了，他照哪亮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要说句话，咣叽这儿就已经亮了。为什么？是哪儿开光了？是怎么这么厉害呀？因为我讲的这些事儿其实都是真事儿，就是那个7年没有体检的朋友就在现场，天儿哥就是过载喜剧的主理人方小天儿，然后他跟我说他7年没有体检了，我就把他写进去了。哦，7年，是真事假事哥？你这是真事儿哦，真事是吧？现在应该有8年了，现在对，去年7年。不，赶紧去看看吧，哥，就8年。对，到第9年不用体检了，这也没了，就是。我太厉害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，我密集恐惧症听不了这个，我太密集了，我。广智特别厉害。如果你把体检的一类的脱口秀你都听一遍的话，就别的人讲都是一样的，他就是讲模仿那个体检的过程，特别是男性体检的话，他就会讲那个，比如说前列腺啊什么，就那种动作会很搞笑。广智是唯一的一个，他只是从体检，然后会引申出很多旁支，然后每一个旁支上面都有他的一个表达，
不仅是梗，还有表达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我特别同意李宇春讲的，就是你觉得广智好像真的是进化到了2.0、3.0的时代，对，他已经开始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，真的张口就来了感觉。也挺费劲，这稿子其实。哎，你想过你演这么好，罗永浩老师下场再一看，说你上回演的有那么好，这一次对。对，其实我也挺担心的，因为那稿子其实磨了很久，就下场有可能就很拉了，也非常有可能是。我们这个舞台上，他算老一辈艺术家了，因为对这么多年了，传统手艺。然后我们有一批广智的忠实粉丝，一直对他没有拿过大王感到愤愤不平啊。因为这个舞台的历史上拿过大王的有跟广智差不多水平的，没有高于他的水平的。啊，没有。但是我们这些热爱广智的粉丝，多年来一直有一个顾虑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在穷鬼赛道上做的太成功了。所以大家很担心，说你富了以后，这个穷鬼赛道肯定是守不住了。是守得住就得靠不要脸才能守得住，所以一直很担心。然后这个赛季第一场开始，上一个赛季的尾巴其实已经在转型了，第一场就转型特别成功且非常炸。然后休息的时候，上次录制，我跟他说就恭喜他，因为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，然后表演的也非常成功。然后大家都知道广智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，但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他当时就很横的跟我说，这是我这个赛季本子最差的一个。就我说大话呢，其实也是。对，所以我真的打心眼里就是佩服你们这些老一辈艺术家，还能在创作上实现突破，甚至是脱胎换骨般的突破，这个太可贵了。而且我有信心，他这个出去以后，在网上可能会有好几个上热搜的。对，必须的，因为梗太密和太高级了。对，而且我怀疑痛仰乐队很后悔他们改了名字。我年轻的时候，痛仰叫痛苦的信仰，对，是他中途改名叫痛仰，但是你这个传播开以后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后悔。他只是图省事儿改成了痛仰，结果被你歪曲成这样。就是不会告我吧？这个。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，广智这么精彩的这段表演之后，是否能够直接晋级？过了290以上，肯定直通了。这别 call 他吧，太傻了。看一下广智的得票情况。这篇稿子对我来讲是一个大的突破，所以如果他能成功的话，就证明我离了贫穷这个话题，我也能站得住在这个舞台上。哦，293，哦，293。天哪，这不会是介绍看吧293，我的妈，盾太狠了，气势已经打出来了。对，厉害！祝贺何广智293票直接晋级。